想象一下，你是一个11岁的小男孩，在你纯真的世界里，战争不过是电视机屏幕上帅气的机器人对决，是草坪上亮闪闪的黄铜弹壳，是男孩子之间用来吹嘘的高级勋章。你有一个崇拜的大哥哥，他幽默神秘，甚至带着一点点小小的虚荣。他送你那枚亮闪闪的军徽，和你在那台巨大的机器人脚下消磨时光。为了在你面前装酷，他对你夸下海口，说他只要再击落一架敌机就能成为王牌。你还有一个温柔的邻居家姐姐，她会在你被雨淋湿时温柔地为你擦拭头发，把自己以前的衣服拿给你穿。她会亲手为你制作点心和奶茶。和他们待在一起的每一分钟，你都会觉得世界是如此的温柔且安定。最重要的是，你亲眼见证了他们之间那种朦胧、美好，甚至有点笨拙的情愫，眼底藏着对战争结束后平凡生活的无限憧憬。你觉得生活本该如此美好，觉得英雄就在身边，直到那个圣诞过后的清晨，阳光穿过森林，悲剧却在最明亮的地方撕开了伪装。你亲眼看着那个大哥哥开着那台你们彻夜修复、寄托了所有希望的旧型号机器人，冲向必死的战场。他终于去挑战那最后一架敌机了，可他不知道，对面坐着的竟是他心心念念的那个女孩。那个邻家姐姐正坐在对面那台武装到牙齿的钢铁巨兽里，冷酷地扣动了扳机。她以为在消灭恶魔，却亲手葬送了她唯一的爱人。你疯狂地奔跑，撕心裂肺地喊着让他们停下，但你的声音被金属剧烈撞击的轰鸣彻底淹没。那一秒，你心中的英雄在火光中永远地沉寂了，而杀死他的恶魔竟然是你最亲近的姐姐。大家好，这里是补完计划档案馆。上一期我们聊过飞跃巅峰12000年的浪漫，而今天我们要调取的这份档案讲的是另一种极致，极致的平庸与极致的残酷。这部1989年的作品被无数影迷公认为反战动画的最高峰。它没有拯救世界的救世主，只有一盘录满了临终嘱托的磁带和一场被强行塞进口袋，最后只能由一个孩子独自消化的战争。是的，今天我们来聊聊机动战士高达0080口袋里的战争。为什么这部作品要叫0080口袋里的战争？这两个词组背后藏着这份档案最冷酷的真相。首先是这个冰冷的数字0080，在高达的世界观里，人类纪元被称为宇宙世纪。从公元21世纪开始，人类大规模移居太空，建立起巨大的圆筒状殖民卫星。随后，地球与宇宙殖民地之间爆发了惨烈的内战——1年战争。那是一场仅在开战初期就让人类总人口减半、星系战火重燃的史诗。而0080正是战争停火、和平协议签署的年份。当全人类都在庆祝宇宙世纪0080年元旦的钟声，庆祝噩梦终于结束时，没人知道，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清晨，在一个名为李博的中立卫星森林里，一个叫巴尼的无名小卒永远地长眠在了那台损毁的扎古座舱里。他的死是旧时代最后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也是新时代第一抹无人知晓的血色。接下来是那个更具讽刺意义的词——口袋。这是一场口袋里的战争，它有3层足以让人窒息的隐喻。第一层是空间上的微缩，这场冲突发生在一个直径仅有几十公里的绝对中立的小卫星内部。相比于席卷星系的宏大战役，这里发生的交火在历史书里甚至连一个注脚都算不上。它微小到就像发生在口袋里，外界根本察觉不到这里曾有过生离死别。第二层是心理上的承载。当战争正式结束，巴尼被当作残骸处理掉，大人们正在握手言和，全世界都在庆祝新生。只有11岁的小男孩阿尔把巴尼的军徽、那盘满载嘱托的磁带以及那段血淋淋的真相，像秘密一样独自封存在了记忆的深处。这场战争的所有剧痛，最后只有这一个孩子独自承受。这是一场被永远关在孩子的口袋里，
无法对外人言说的战争。而第三层则是极致的残酷。对于阿尔那些没有经历过痛苦的同学们来说，战争确实就像口袋里的玩具，随时可以掏出来吹牛，随时可以丢掉。他们谈论战争时的轻浮，对比阿尔内心的沉重，构成了全片最冰冷的批判。故事发生在一年战争即将停火的前夕，在绝对中立的殖民卫星里伯，11岁的小男孩阿尔正过着最平凡的童年。对他来说，战争是远在天边的烟花，是他和同学之间用来交换炫耀的军队徽章。直到那天，一支名为独眼巨人的吉翁特种部队打破了这份宁静。他们的目标是联邦隐藏在卫星工厂里的最高机密，高达 NT-1。在一场激烈的遭遇战后，吉翁军的新兵巴尼被迫坠机。在那片冒着烟的森林里，阿尔第一次近距离地触摸到了真正的战场，也遇到了那个影响他一生的男人。而在卫星的另一端，命运早已埋下了伏笔。阿尔邻居家的姐姐克里斯是一个温柔美丽的年轻女孩。巴尼和克里斯的邂逅始于一场小偷的误会，但在随后的相处中，那种成年人之间克制而美好的情愫，在阿尔的注视下悄然生长。可阿尔完全不知道，这两个人，一个是背负必死任务的潜入者，另一个正是那台高达唯一的驾驶员。他看着他们相视而笑，却不知道他们正一步步走向死斗。随着圣诞节临近，局势彻底崩塌，特种部队突袭失败，巴尼成了唯一的幸存者。更绝望的消息传来，如果巴尼不能摧毁高达，吉翁的核弹舰队将会直接抹除整个卫星，让这里的所有人全部化为灰烬。面对必死的结局，巴尼曾拿到一张假证件准备逃跑，但在热闹的等候大厅，看着这颗卫星上最真实的日常，巴尼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头。他要开着那台和阿尔彻夜修复的旧扎古，去挑战那个无法战胜的联邦战神。为什么30多年前的一部短片 OVA， 直到今天依然被无数机甲迷视为不可逾越的巅峰？因为这部作品聚集了当时动画界的梦之队，而他们聚集在一起只为了一件事，把高达拉下神坛，把战争还给平民。它是第一部不由高达之父富野由悠季亲自执导的作品。接棒的导演高山文彦下了一个死命令，去神话。他不需要能感应全宇宙的新人类，不需要逆天改命的奇迹，他要的是那种如果不小心真的会死的冰冷的真实感。为了实现这种真实，他请来了人设师美术本晴彦。如果你仔细观察克里斯和巴尼的脸，你会发现一种80年代末特有的都市忧愁。那种纤细甚至略显忧郁的笔触，赋予了这对年轻人一种脆弱感。这种脸不是为了战斗而生的，而是为了在平凡的午后喝个下午茶而生的。这种美被毁灭时产生的剧痛，就是美术本晴彦留给观众最狠的伏笔。而机械设计师出渊玉则把所有的浪漫主义一脚踹开，在他手下，那些钢铁巨人不再是闪闪发光的英雄，而是布满油污、液压管暴露、充满金属划痕的工业冷兵器。注意看联邦军那台高达 NT-1， 为了适应城市战的惨烈，它套着一层极其厚重甚至显得笨拙的乔巴姆装甲。这种设计彻底放弃了流线型的英雄美感，追求的是极致的防御与生存。而对比之下，巴尼那台扎古 FZ 那是落后的、拼凑的，甚至连推进器都在冒着不安的火光。这种武力值的不对等，其实就是凡人对神灵的挑战。高山文彦最天才的设计在于低机位视角，在片中镜头极少从上帝视角俯瞰战场，他总是卑微地夹在阿尔的视平线，甚至躲在电线杆和废墟的后面。当10几米高的机甲从你身旁踏过，那种大地颤动、金属摩擦的压迫感，不是热血，而是纯粹的恐怖。这种视角告诉我们，在战争面前，我们每个人都只是那个随时会被踩碎的渺小的小男孩阿尔。
我们必须聊聊巴尼在等候大厅的那一幕，那是我心目中全剧最高光的时刻。当时的小队已经全军覆没，巴尼手里攥着一张能让他活命的船票，只要踏上那班飞往度假殖民地的定期船，他就能彻底甩掉这场荒唐的任务，甩掉那个像跟屁虫一样的小鬼阿尔，在另一个星区重新开始，假装这一切从未发生。他在那里坐了很久，广播里播放着欢快的圣诞歌，周围是喧闹的人群，直到他注意到旁边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女孩，那个女孩正对着电话那头的恋人愤怒地咆哮：“你连贯彻谎言的勇气都没有吗？”这句话像一道闪电劈开了巴尼眼前的迷雾，他想到了自己对阿尔吹过的牛，想到了那个再打下一架就能成为王牌的荒唐承诺。这份沉重的觉悟让巴尼完成了从逃兵到英雄的转变。他拿出了打火机，看着跳动的火苗吞噬了那张逃亡的船票。他重返战场，不是为了吉翁公国的荣誉，更不是为了虚无缥缈的理想。他决定去赴死，仅仅是为了守护那些真实存在的人，那个爱慕的邻家女孩，那个视他为偶像的孩子。他不忍心看着这份他曾不屑一顾的平凡到尘埃里的日常，以一场核爆作为终点。于是这个伪王牌回来了，他没有先进的机甲，只有一台和阿尔在月光下彻夜修复，零件全靠捡来的旧扎古。他在森林里布置陷阱时的动作是那么的笨拙，从报废的机器上拆解零件重新组装，设置简陋的土质地雷。这种极致的土法炼钢，对比联邦高达那武装到牙齿的工业压制，才是真正的凡人光辉。他赌上了命去圆那个谎言，却不知道这份觉悟在宏观的历史棋盘上，竟然被标记为一场多此一举的意外。圣诞过后的清晨，阳光依然明媚，李伯卫星的森林里却上演了一场命运的捉弄。阿尔拼了命地向战场中心奔跑，他带着那份刚刚得到足以救命的消息：吉翁的核弹编队已经被拦截，投降协议即将签署，战争其实已经结束了。他想告诉巴尼，不用再战斗了，大家都不用死了。但他的声音在10几米高的钢铁巨人面前，比蝉鸣还要微弱。巴尼开着那台拼凑的扎古，正挥舞着发红的热能斧，向那个守卫家园的战神发起最后的冲锋。而在高达座舱里的克里斯，眼里只有一个威胁平民的恶魔。他冷酷地推动着操纵杆，光束军刀在空中划过一道死神的弧线。在那片清晨的森林里，没有英雄，只有2件被称为毛比鲁斯斯的工业产品，在狭窄的视觉距离内执行着最原始的相互撕裂。金属剧烈撞击的闷响彻底淹没了男孩最后的呼喊。那一秒，光束军刀瞬间贯穿了扎古的驾驶舱，而热能斧也劈碎了高达的头部。火光冲天中，2台钢铁巨兽双双倒下。阿尔眼睁睁地看着他崇拜的大哥哥就这样消失在了一场多此一举的战斗中。更讽刺的是，重伤的克里斯直到最后都不知道那个被他亲手杀死的恶魔，正是前几天还在和他相视而笑，甚至让他心生爱慕的年轻人。这场战争没有胜者，联邦保住了机密，吉翁签署了协议，大人们继续过着和平的生活，只有阿尔独自吞下了这颗名为真相的毒药。他看着巴尼最后留下的那盘磁带，听着那个男人温柔的临终嘱托，终于明白，战争不是勋章，不是英雄传奇，而是一场把美好事物揉碎了再塞进你口袋里的恶意。战争结束了，殖民卫星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但那些破损的街道和坍塌的校舍依然在阳光下诉说着几天前的惨烈。在学校操场上，校长正对着全校师生发表关于和平的演说。阿尔站在队伍里，听着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眼泪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那一刻，他终于明白，这就是战争最残酷的真相。除了亲历痛苦的人，世界对他人的苦难一无所知。
那个他视为英雄的男人，在大人眼里只是被吊车清理掉的残骸，而在同龄人的眼里，那仅仅是一场即将被更有趣的游戏所取代的过时的表演。阿尔哭得撕心裂肺，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那种巨大的孤独的幻灭感。他口袋里揣着巴尼留下的那盘磁带，那个温柔的声音里，巴尼没有叫他仇恨，只是平静地交代着后事。阿尔要好好的生活，如果战争结束了，代我向克里斯问好。这就是为什么这部作品叫做口袋里的战争。对局外人来说，这只是一场发生在口袋大小的空间里微不足道的摩擦，但对于阿尔来说，这是他整个童年的葬礼。他把那些血淋淋的真相，那些无法向外人言说的悲伤，通通塞进了自己的口袋。那些不被理解的沉重，成了他成长道路上唯一的负重。巴尼死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而克里斯则带着这份短暂相遇的遗憾，踏上了前往地球的定期船。他始终不知道那个他曾心生爱慕的年轻人究竟去了哪里，更不知道在那个明亮的清晨，他亲手终结的正是自己曾经向往过的那份平凡的宁静。今天的这份档案，献给那个开着旧扎古，为了守护日常而死在森林里的无名士兵巴尼，也献给每一个在成年的门槛前亲手埋葬过纯真的孩子。感谢收看本期解说，我是补完计划档案馆的馆长，我们下期再见。